1年之后的12月31日，这一天，你正在回顾一整年，你达成了所有目标，财务状况如日中天，身体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健康，身边的朋友都在推动你不断进步，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向往？这个愿景并不是空想，而是可以实现的现实。现在我就要和你分享实现人生价值的5个步骤。这不是理论，不是空洞的说辞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步骤。第一步就是安静下来，听从内心的声音。首先，我们要解决一个阻碍你潜力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你大脑里的噪音。仔细想想，你的每一天几乎都被外界的声音包围。社交媒体告诉你应该怎样生活，广告告诉你应该买什么东西，甚至你的家人和朋友出于好意也会把他们的期望加在你的身上。这些外部的噪音掩盖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，你自己内心的声音。用一个比较哲学的方式来问，就是你是谁？这个答案深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，悄悄影响着你的一举一动，通过某种巧合来操控你。如果不去深刻的挖掘和观察自己，很难认识到真正的自己到底是谁。这种隐藏面，卡尔·荣格称之为阴影。阴影包含了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那部分自己，比如负面的情绪、压抑的欲望，或者不符合自我形象的弱点。这些被隐藏的部分并不会消失，而是潜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，通过情绪、反应和行为悄悄地显现。我们可能会将自己的阴影投射到他人的身上，我们觉得别人身上讨厌的特质，可能正是我们并未察觉，但是属于自己的特质。你的阴影特质常常通过对他人的评判显现出来，你讨厌的行为往往正是你自己害怕的东西，这叫做投射效应。所以每当你对别人行为感到愤怒或不耐烦时，花一点时间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也有这种倾向？这可能是我影子的一部分吗？根据荣格的说法，严厉批评自私的人往往压抑了自己内心自私的想法。那些不能容忍别人不耐烦态度的人，可能自己也在和不耐烦的情绪做斗争。认识阴影，接受它，并与之共存，是走向自我整合、认识自己的重要一步。如果你不知道具体怎么去认识自己，不妨先试试每天给自己留几个小时无干扰的时间，远离手机、电视，远离任何干扰，只有你和你自己。刚开始可能会不适应，毕竟我们几十年来都处在各种声音的干扰之下，更何况去认识自己的黑暗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你自己的声音就会逐渐显现。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些对人生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：我是谁？我想要什么？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热爱，还是只是为了取悦别人？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容易找，但这是找寻自己的正确方向。当你安静下来，去掉所有的干扰，你不再随波逐流，而是有意识的去塑造属于自己的人生，掌握生活的主动权。你还可以每天把自己的问题和思考过程写下来，作为日记。这个习惯会帮助你提升专注力，突破思想上的瓶颈。思想的改变自然而然会带来行动上的改变。第二步是明确自己的方向。当噪音消失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要搞清楚你要去哪里。很多人犯的错误就是什么都想做，结果只是想想，什么都没做到。你想改善财务、保持健康、开始创业、改善人际关系，结果是全都没进展。这时候的你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：专注创造力量。当你把能量集中在一个明确的目标上时，你就会变得势不可挡。挑选一个领域，在今年集中精力去突破，是健身、事业还是个人成长，不管是什么，把它写下来。这种目标要具体详细，比如你想在年底实现20万的收入，那你需要多少客户，要卖什么，要怎么交付服务，不仅要写下来，要想象一下实现目标的感觉。这种清晰感会成为你前进的指南针。我的第1期视频《财富大脑》讲了如何去做白日梦和白日梦对现实塑造的重要性。知识来源于美国科学家乔·迪斯派尼兹。希望感兴趣的你不要错过好东西。有了目标和方向，接下来就是真正的魔法时刻——行动。很多人失败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们总是等待完美的时机，过度思考，过度规划，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开始行动。但是大部分人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。唯一能让你开始产生动能的方法就是立刻行动。
行动会创造清晰度，行动的每一步都会教你一些东西，哪怕是失败。而这些经验正是那些行动者和梦想者之间的区别。从今天开始，做一点小事向目标迈进。如果想健身但是动力不够，不如先从今天散步10分钟开始，慢慢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。如果想创业但是害怕失败，不如先去联系一个潜在客户聊一聊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一下子就达成目标，但是必须开始行动。你越行动，越能减少焦虑和恐惧感。1年之后，你再回头看看今天，你会非常惊喜地看到自己居然走了这么远。第4步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。太多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，成功的秘密武器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。有人会认为，成功来自于那些改变人生的重大行动。但是其实成功来自于你每天都在做的小事，那些看似没有什么卵用的枯燥的习惯，比如健身，不管状态好不好，只要你每天从不缺席，几个月之后你就会看到自己身上和精神上的变化。科学已经证实，肌肉的增加会提升大脑神经传递物质的水平，这些物质有助于提升情绪，缓解抑郁，更能帮助你克服负面的情绪和消极的思维模式。你可以试着把大目标拆分成每天的小习惯。假设你的目标是提升收入，你可以每天联系3个人。如果你的目标是健身，可以每天保证至少30分钟的运动。关键是保持简单和持续，不要追求完美，而是要专注于做出行动。动力不是一次做成的，而是通过不断的重复，直到无法失败。最后一个关键点是环境。你周围的人要么推动你向前，要么把你拖下水。观察一下你每天花时间和哪些人在一起，他们对你成功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想一想，你有没有遇到过总是抱怨、找借口、嚼舌头、说生活不公平的人？他们的负能量会影响到你，让你怀疑自己的目标，甚至不知不觉地降低对生活和自己的要求。相反，当你和那些大气、开朗、有目标、积极向上的人相处的时候，你会变得更开心、更有动力，开始敢想敢干，变得更有信心。没有追求的人不是坏人，只是他们拒绝成长，困在自己的循环中而不自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阴暗面，有人选择面对，有人选择逃避，而逃避的人会拉你下水，让你停滞不前。不妨审视一下自己的社交圈，你最常接触的5个人是谁？他们是在帮助你成长，还是让你停滞不前？保护自己的圈子，就是在保护自己。总结一下，让你在今年突破自我的5个步骤。第一是安静下来，切断干扰，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。第2是确定自己的方向，明确最重要的目标。第3是持续行动，开始就好，不必完美。第4是通过重复的好习惯建立不可阻挡的动力。第5是和激励你的人为伍，找到可以挑战你、激发你的人。这些步骤不是空谈，而是成功的蓝图。关键是知道这些步骤并不意味着任何事，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改变你的生活。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了，你最好的1年已经在等着你。问题是，你准备好去实现了吗？